你想啊，这么多的年轻干部，为什么单选我们小薇去驻村呢？还不是因为重视嘛。现在领导的秘书啊，都放得出去，反正也得收得回来嘛。不就是2年，很快的。再说了，江霞的父母，他们都是明事理的人。这江霞要是我闺女，我肯定会劝她再等等，啊，再等等吧。哎，你们家老林又出去了吧？你有你一个人在家，你早饭吃什么呀？哎呀，汤姐，就别打岔了。这小维啊，是你从小看着长大的，这事你必须得管啊。现在这江霞的父母，他们都是个什么态度啊？小维的女朋友都到乡里去上班了，全县都知道了。你说，你现在让人家能有什么想法？哎呀，这个小维，他真是个榆木脑袋，这打死都说不通。哎，你说他这出像不像他爸？年轻人都这样，必须自己摔个跟头，他才能知道平路啊有多好走。你呢，老是这么拽着不放手也不行。让他出去吃苦，说不定过2天就改主意了呢。反正啊，打死我都不会松这个口的。你说他怎么这么笨啊？他应该像我才对呀，对不对？说不好，说不好。行了，你到了，我走了啊。哎，啊，这忙你必须得帮哦，看情况吧。有事儿说事儿。你这狗，昨天半夜上山盗伐林木，被派出所抓了个现行，得亏它跑得快，要不然还得专门给它找一个宠物看守所。你不用拿派出所吓唬我，他们来过不是2次3次了。有事儿说事儿。是走了一路嗓子都干了，能先进屋喝口水再聊不？其实我觉得你这个人吧，还是能说通道理的。你想干啥？直说。其实我在来之前，我也没想好怎么开这个头。想说什么说什么。盗伐林木是大事儿，乡里已经开过会了，要抓典型。你要是再不收手，可能真的会去坐牢。还有吗？你可能还没明白这典型是什么意思。村里有100只羊，平时都去地里吃好菜，都没事都不抓。现在食堂要过年，这厨子已经拎着刀要出门了，其他的羊都回到圈里，地里就你一个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你可能还没明白我今天过来是什么。10里8村那么多人砍树，凭什么老来我家？别人鞋底子上有泥你不管，天天盯着我不放。你们这就是欺负老实人啊！我还就告诉你了，吓唬我，随便；欺负我，不行。有事儿说事儿，没事儿走人。
去趟乡里，可能晚点回去了。乡里村里每次都尽心尽力的抓，老实人已经不敢了，胆儿大的还敢投，剩下那几个顽固分子，咱们目前也没什么办法对付人家，就怕村民不患寡患不均，那些没偷的反过来觉得自己吃了亏，又加入他们，增加我们的工作难度。哎，怎么老是你在跑啊？梁三宝呢？又钓鱼去了？三宝主任这2天都在河道那边盯着呢，蓝线偷偷排污，环保局每天打电话过来查，他也好几天没睡过正经觉。书记，来，哎，签字啊。哎，好，我这儿有笔。啊，哎，你接着说你的，说。吕书记，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？我觉得咱们现在工作有点乱。有人过来报告咱们再去堵那些砍树的，他们就跟打游击似的，你进我退，我们就跟那个没头苍蝇似的到处乱飞，也没什么头绪。我觉得咱们有必要重新梳理一下工作上的方式还有方案，包括时间也有必要调整。长岭村的人不是挺和善的吗？上个月我去的时候，村民态度都很好，怎么会出这种事儿啊？可能他们就是欺负你是新人，是不是？行了，签完了，拿去吧。哎，调整时间，你想怎么调整啊？一定要在山上值夜班，我可以先来。这值班，哎呀，这值班怎么值啊？1天、1周，时间再长点1个月，你总不能拿个帐篷一待半年吧？那起码这1天、1周、1个月，他们不敢投。你说村民对事儿也挑人是什么意思？乡财政所所长，重点是所长，是乡财政所。那贺姐是个女干部，本来下村的机会就少，村民见她大部分都在乡里，那来的人呢多多少少都求她办点事儿，那怎么可能刁难她？但是大多数的村民还是好的。我这几年啊，在村里头积累了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，我得跟你说说啊。正好乡里加班，食堂也加班，咱俩边吃边聊啊。这个要不改天吧，我一会儿还有事儿。你能有什么事儿？你个单身汉跟我一样，你客气什么？我女朋友，给我包了饺子，等我回去吃。包饺子了？啊。你要不也尝点？那行，咱俩边吃边聊啊。哎，饺子就酒，有很多事情啊，村里的和县里的不一样。你就比方说肖俊学，就你前任的那个驻村书记，刚来的时候和你一样，很多事慢慢就明白了。还有咱们说那村民啊，就是比方说群众基础好的地方，那积极分子就多呀，老党员的比例就大，那你搞点什么事情就方便容易。你要是说反过来的话，特别麻烦费劲。那个，你们慢慢吃，我先走了。嗯，你走啊？啊，晚上还有点事儿，那个学生要上晚自习呢。行，那你没事常来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啊，下回我请你们两口子吃饭啊，就下礼拜。您先坐，我送一下。你回去吧，好多事儿要聊呢。没事儿，我不是下周还来的吗？行，注意安全。快上去吧。那没事，看你走。回吧。拜拜。跟你说的这些啊，你没个2、3年，你总结不出来。你就比如说长岭村吧，
也一样。长岭村是个什么情况？我这么跟你说啊，大部分的村子，老实人的比例呢，可能就占到30%左右。这些人胆小怕事，与人为善。你上门做个工作什么的，基本上不会难为你。可是这个偷树啊、盗沙子什么这些事，他但凡有份儿的话，你拿个大喇叭一喊，他也不会再去了。相信政策，通情达理。可是这也是在村里势力弱小的原因之一。剩下那些人60%，就是大多数的吧。这些人，他们不当先进也不落后，你软他们就硬，你硬他们就软。好处就是他们不会带头呛呛你，坏处就是随大溜，容易跟着往前挤。如果第一排的刺头治不好，他们踩你一脚也挺难受。行啊，他知道的不少。那现在还剩一个脑袋一个尾巴，这脑袋肯定是老党员，好说话，肯带头。那尾巴是谁啊？徐军啊，你说的对啊，就这种人，你必须一下子给他全搞服了。你只要剩下一个人投诉，你看看，别人凭什么听你的？他不听啊。农村就是这样，一物降一物。反正我看你这性格够呛，你不行，我也不行，这我承认啊。老虎、棒子、鸡，咱们连个小鸡儿都算不上，顶天算个蛋。你就看看那梁三宝，你就知道村民们服什么样了。你觉得我搞不定这些事情？怎么看出来？我看见你，就像我刚到基层时候一样，一模一样。也没准有不一样的地方，总得试试是吧？来了吗？好了，来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这个道具哪找来的？乡派出所，下班给送过来，上班之前再给送回去，两不耽误。来，哎，来有书记让带给你啊。见面分一半。卫生局牵头，本县医疗机构横纵向的行政、财政、医保和人事的墙都要拆掉，对，就全拆掉。以县医院和中医院为龙头，整合所有的县乡村公立医疗机构，这所有的啊，成立光明县总医院。医保基金支付这块蛋糕也不会像以前那么抢了。哎，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院长，啊，哎，你等一下啊，你等一下，我看看。哎，这有新政策，哎，按补充的来。哎哥，中午有没有活动啊？要不要到我这儿来搞个火锅啥的？有的是空，电路畅通。你还别说，这2天没人偷书报案的，我还真有点不习惯。那行，好嘞，我过来啊。喂，黄委员。啊，是。我刚才听见拖拉机的声了。
刚来，我没偷，你抓我干什么？你别说话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人抓着了吗？抓着一个，还有一个在上面。没偷东西啊！所长，所长啊！哎呀，真是不好意思，给你添麻烦了。你那么忙，我跟你说过要判，你就是不听，是不是？啊！你等你爸从医院出来给你送饭吧。我没偷过来参谋不行吗？少给我扯淡！蘑菇在哪儿呢？我刚来，没看呢。行了，都别说了，先回去了解一下情况。走，所长。所长，他确实没偷。对，我昨天在这守了一晚上了，刚才也去看了树了。咱们确实没人看见东驹子，是不是？啊，他确实是刚到。我跟你说啊，下次就不是拘你了，别人所有账全算你们俩头上。你脑子想清楚一点，多个6、7天，媳妇跟人跑了，赶紧滚，打工去，滚！哎，你先等等，情况是跟小林书记说的这样吗？放了。哎呀，滚呐！赶紧走啊！愣是干什么？滚！哎，你跑不起步啊！所长，这孩子其实以前不这德行，挺好的。就是最近是要娶媳妇儿，正赶上他爹又生病住院，家底儿都掏空了，欠了一屁股债。但是孩子不长脑子，你说砍树能砍出媳妇儿来吗？要我说啊，你这好人当了也白当，用不了2天，他们还得回来偷。走了，回所里。麻烦您了，辛苦了啊！辛苦。今儿有胃口吗？午饭想吃点什么呀？说句难听的，谁也不想戴个偷树贼的帽子。我对象家就是邻村的，说远不远。那要传到他们家，老人们怎么想啊？那道理我都明白。那要不是我爸这病，那打死我也不能这么干啊。我也问过乡里了，说你们家之所以不能报销，是因为之前没有整户参保。那是没有整户参保啊。之前我在外地打工，厂子里已经给我上了4检了。那在老家还要不要参保，我也不知道啊。我去报销了，他们跟我说不行，必须全家凑齐，少一个都不给报。你说这是不是欺负人？这个你不用担心。来医院之前呢，我给县里打过电话，你就让你那个务工单位给你开一个城镇职工的医保证明，再去把你的社保卡复印一份，之前的报销啊都能给你补上。行。主要就是你那个重疾医疗费啊，不在医保报销范围之内的，这些自费的部分对来说压力大不大？那大呀，每天都得输药，有些药吧它不在医保范围内，那也不能报销。我听说，村里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可以免费医疗。我现在虽然还没有贫困，但是马上就贫困了。小林书记，咱能不能走个后门啊？你就让我提前返贫了，行吗？你这让我撒谎，不太好吧？每个人都是很忙的，走过场的会就不用再开了。2、3句能说清楚的事情，那非要上个会有这个必要吗？你说说吧，这城管大队怎么委屈了？他们觉得管理范围有问题，觉得不公平，内部外部职权划分也不清晰，说是只能管外边，农贸市场里边应该工商局管，就他们管，不用再说了。那么小的一个市场还要分个里外，我记得以前我说过呀。城管大队提出来能不能增加一些经费，他们70多个人只有30万经费，连绩效都发不出来，很难带队伍。不能带就换个人带，要不这样，把我的工资抵到他们经费里面，你问问他们行不行？县长，您有事儿要出去啊？你怎么回来了？要不等您方便的时候再说。有什么事儿说吧。因病致贫的事儿，
农村的医保报销流程是否能够再优化一下？我们内村有一户他，你说的是医保问题是吧？对，就需要这种基层的意见。来，我告诉你找谁。哦。书记，信地医疗的秦总来了，说祈福市长跟您说过，想见一面。说我不在。明白。刚才聊到哪儿了？大病治贫。你是想给那个村民开个后门，把医保超出的部分给他解决了，是这个意思吧？有病看不起，药太贵，有些重症自费的部分又过高。现在基层还有哪些其他问题？能吃药费的输液，就连打针的环节都去掉了。一个感冒看病花下来大几百块钱。三宝主任的表嫂有病转院，到了市里说县里医院拍的片子不行，还得重新拍。三宝家里现在人口多吗？不太多，基本上都在外面打工。我小的时候经常去你们长岭村，那个时候3代人的结构还很均衡。现在不一样了吧？常住人口大概占户籍总数的1/3左右，大多数都是些5岁以上的，还有一些留守儿童和学生，再加上那些白天在外村打工的，晚上才回来的，总共也就不到一半。大家都出去打工了，打着打着，把家里人都带走了，很多房子都空着吧？年轻人都不愿意回来。村里留不住年轻人，35岁以下的，不用上学的，超过一半都在外边。前几年村里出了几个大学生，2个在省城，还有一个在市里。不回村里，连县里都不回。父母肯定是希望回来的，但是本人不愿意。我觉得除了县里的工资不高之外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结婚比较难。大学生找不到对象，这有点夸张吧？现在县里比较吃香的是体制内的，其他行业的确实不太好找对象。是啊，第一批出去打工的，差不多都到年龄了，告老还乡，老年人越来越多。出去了再回来，这些人的土地现在是怎么个情况？这些人大多数对土地还是有感情的，但是因为年纪大了，还有一个就是农村的老年女性比男性多，心有余而力不足，他们大多数就算是种粮，也都不指望卖钱了，够自己吃就行。年轻人不愿意回来，老年人又种不了。鹿泉乡是这么个情况，其他乡镇应该也差不多。如果以后荒地越来越多，你们村怎么办？想过吗？这个还真没想过。很多人都没有想过。你刚才说的医保问题，有办法可以解决。扶贫也必将成功。等扶贫完成，再以后呢？书记，就是我的这个医学常识啊，就仅限于哪儿破了来块创可贴，感冒了你多喝水，那其他那些个医医药药的，咱是一窍不通。这其实都是人托人的事儿，但谁也不知道他们这么着急见书记，那是因为啥事儿？啊？我怎么不知道你是个老好人呢？啊，什么忙都帮。这是你同学还是亲戚啊？那要是个一般人啊，我还真不敢因为这个打扰书记。还是我老婆那边的一个亲戚，就我20年前啊刚搞厂子的时候求他帮过忙，也算是对我有恩吧。就是实在是不好推，哎。最近一改沸沸扬扬的，有听到什么吗？我外甥在县医院的五官科，听他说有2、3个重点科室的大夫啊，都想辞职，但是陆院长按住没签字。也有人不管这些，听说已经在市的私立医院做上门诊。还有呢？
还有就是风声了，这说是县里开了3天3夜的医改内部会，纪检委来了，把大家手机都给收了。政策还没实施，这个文件就流到了省里来的医药代表手上了。哎，累不累？再跑冲刺！哎，不，这么突然吗？剩下2个药都没有，断货了。断货啊？哎，怎么？哎呦，我这吃了12年，咋还断货了呢？这哪知道啊？要不您再等等。哎，那什么时候能来呀？啊，您再等2天。好，下一个。你好，我管哪个领导制定的改革，我就关心我能不能开上药。哎，凭什么呀？一次只给我开2周的药？哎，我知道了，你们不就是想让我多挂1次号，想挣我那个挂号费吗？药是药，挂号是挂号。新规定，1次挂号开药费用不能超过标准。你那是进口药，2个是同样的。哎，行了，你别说话。哎，沈大夫，我也不是对您个人有意见，我们哪次来医院不都是找您啊？哎，你千万别让我看这个，我也看不懂。我就想问问，谁定的这个破规矩？谁定的这规矩？这个叫次均费用标准，本来是限制医生多开药、滥开药的，遏制一些大化验、大检查。其实行了，我看你们就是为了让我们病人看一半，把我们赶回家。你遏制谁呢？不要柔人自封。哎呀，好好叠骨就可以了。哦，最多到冠状风，不要再往后了。哎呀，疼！你疼你才要忍着嘛。你这偏头疼，它不就这样吗？揉揉就好了啊。你呀，就是太累了。病人不高兴，院里的人也不高兴。不说别的，你那年薪制设置的太复杂，你能拿得到吗？这2天院里骂我的人多不多？人家能让我听见？我不是你媳妇儿，我都骂你。现在不是挺好的吗？折腾什么呀？你不折腾，你不折腾没有尊严。县委书记在这干几年就走了，你可要待到下半辈子。是成不成？梅小哥要是干不成，恐怕以后再也干不成了。几个辞职呢？3个。今天呢？都是今天的。哎，这别人辞就辞了，你跟着写什么神情啊？我跟你讲，咱们都是兄弟，我才跟你说这话。你辞了，你去哪儿啊？当面传达的会议精神，那才是县里认为现在最重要的。环保这个问题，那现在就是最重要的事情。我发现好多的这个村子，你们还是没有分清这个主次啊，天天净给那些上访户做思想工作。错，你们应该解决问题，问题解决了，那人不就没事了吗？啊？前段时间，河道污染治理取得了很大的成效，你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有功劳，感谢你们啊！再有一个，乡里人就决定，就暂时啊，反正短期之内吧，就先不让村民养猪了，有猪的呢，也抓紧时间赶紧把它给卖掉。李书记，你这个我有个疑问，我想问一下。你说，何主任，你说。好污染就不让养猪，十里八乡咱们村养猪的最多，我怎么办？那接下来我得天天打架。刚给刘西种的猪崽儿，现在乡镇又不让养了。是因为怕污染不让养猪，或者是地里缺猪，咱到时候去买化肥。主任，你们觉得
这都是一回事。你想说什么？我觉得这事儿不能一刀切。我敢提出这个，就是看你能不能这个思想清晰问题。现在叫他卖，他肯定来，因为现在卖别着急不上价格。那你就多努力，早点当上县委书记，到时候什么东西说了算。把老百姓的意见反映给他，看这个事情，我们结合老百姓的情况。听我说，何润，你说的这个问题上面已经考虑到，已经提出来了给大家的补偿方案啦，现在正在这个撰写这个文件，你放心，肯定不会对不起村民。三宝啊，我觉得就以长岭村做个典型吧，有些工作可能会很难做，干部多费心，尤其是呢要带个头，把你家那几头猪先清了来吗？那还小猪崽呢？那清。同志们，为了落实县里的工作指示精神，人和猪都在屋里呢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乡里不让养猪了，我找个地儿，临时给你圈起来，过阵子给你抱回来。都不让养了，你圈什么圈？隔壁乡亲戚家有个养殖户，大猪带小猪，捎带。这是为啥呀？前些年不是一直号召养猪吗？还给猪仔。如今我也想养，动作是比大伙慢了点，怎么猪拉屎拉尿又成问题？我这又不赶趟了。有时候制定政策的这些干部，很多时候对于乡村的情况不太了解。确实有很多事情你都不了解。你知道一头猪长得多快吗？啊，等它长到比我还重的时候，这静养你完不了。反正我这是白来的，不给拉倒。二嫂家猪多，你看着吧。二嫂不青蓝，没有人会青。青蓝？谁说的？那大喇叭喊了，一个都不能留，你没听着啊？我这孩子刚到县城上学去，全家都围着他一个人转，我这天天两头跑。我刚回来呀，怎么说的呀？说是乡里的规定，尽快把猪都给卖了，再不卖，过2天价格更低。那价格高了低了都他们说了算了，我自己不知道价钱低呀。不卖，要卖把我卖了。争议已改，光明县的路究竟能不能走通？近日，光明县公布了一个以前挂个号吧就几块钱，现在可好了，挂个号几十。你说这医院谁还敢去？家里一个高血压，一个糖尿病，以后怎么办？我看我们邮局那些退休了的，有人组织说要集体给市里写信。哎，你说管不管用啊？啊，老邱。哎，听见没听见呀？你觉得是
药贵，挂号费便宜，还是挂号费贵，买药便宜合适？还不都是惦记我这退休金，那有什么区别？哎，你以前没事你就上大院上班去，你这次你怎么不去找他们去了？啊？不着急，沉住气再看看。实在不行，我压轴。上周的媒体报道呢，主要围绕的是医改的难点，还有医务人员的薪酬制度改革和医疗腐败这3个点展开的。这个事情都是跟老百姓息息相关的，所以这个热度，我们认为还会持续一段时间，短期内是不会退烧的。陆院长说说吧。好。今天刚好是1个月吧？具体的数据统计出来了吗？还没有。辞职潮还在继续，人数虽然不多，但是影响很大，稳定人心还是当下最重要的事情。我个人觉得之前年薪制的设计啊，太过于复杂了，我建议简化。我打断一下，关于这个咨询标准是这样的，它是一个目的，但不是方法，我们千万不可以一刀切。现在很多事情就是坏在一刀切上，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讨论。你接着说。好，继续纠错和细化，实行一院一标准，一病一标准。妈，这家猪呢？我出门的时候猪还在圈里哼哼呢，回来就不见了。我养了那么长时间，我跟我猪告个别怎么了？我自己家的东西我还说了不算了。你来之前啊，我给你公公婆婆都打了电话了。这件事情我跟你说实话吧，咱村里边是又没钱又没权，屁的主我都做不了。乡里边经常拿刀架到我脖子上，你说我怎么办？他说要卖猪，那猪他就得卖呀。我能干什么？我给你们多争取点利益呗。猪肉市场价的基础上，我每斤多给你们要了9毛钱，真的真的。你明天拿这个单子去会计那儿把钱领了。要不要的，卖都卖了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行，你要不你骂我2句啊？你去哪儿啊？我回城里，我惹不起，我还躲不起吗？地不种了。谁种谁种。哎，你骂我2句再走吧。小林书记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来吃喜糖。对，来，这是领证啊。刚去民政局登记完。来吃喜糖。恭喜啊！谢谢。来吃喜糖。恭喜，恭喜啊！这你爸这听了这消息，不比吃什么药都强啊！啊，对，医保手续办完了吗？都办好了，大病补偿，我爸最高报销70%。这事儿得亏你帮忙，要不我现在还是光棍呢。谢谢小林书记。没事儿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哎，那你们酒席什么时候办？这不刚缓过来吗？准备往后放。我今天在家搞了一桌子菜，小范围的聚一下，3包主任也来，我真诚的邀请小林书记也参加。行啊，那太好了，肯定去。那我回去准备一下。行，那你们先去忙。好，那小林书记我们走了。啊，一会儿见。姐，我走了。哎，好嘞。再见。慢点啊。再见，小林书记。哎，再见，再见。走。
谢谢各位长辈领导啊！感谢。哎呀，那个就是你抓紧把这孩子落实了啊，省得你妈着急。这，那个，我单敬你一杯。我接个电话，比我还忙啊。金林哥，之前压倒电线那事儿卸下了，这个就不用谢了。论辈分呢，我也算是新娘的远房表舅。是，您现在也算是长岭村的亲戚了，这杯我敬您。妹子，来喝一个。矿泉水很贵的，这次是真酒。上次送电的事儿真是感谢您。这够不着吧？通电断电确实是我想的太简单了，也是我年纪轻太幼稚了。之后还有很多事情需要跟您学习。上次吃饭也确实是我不礼貌，这次我都补上，我倒满。要不就用这个，省得倒来倒去的麻烦。你们长岭村人喝酒都喜欢偷奸耍滑，你是不是跟这三宝也学坏了？